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天地间新演员演技评分，程毅、李一桐断层差距，谭凯评分意外。天地间新上线第3天成功逆袭，成为全网热度第一，站内热度更是直破8900。看来国产古装玄幻剧又要再次一统国剧江湖了。不得不说，这部古装玄幻新剧的剧情节奏真的太快了，没有冗长的世界观旁白，开局就用一场特效与打戏融合的斩妖剧情，将人与妖之间的矛盾体现出来，用一场戏把特效、动作戏以及剧情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太牛了。当然，除了剧情和特效画面等内容抓人眼球之外，天地间新能够备受观众青睐，少不了演员演技增光添彩。眼下该剧主要演员的演技评分新鲜出炉，看看究竟谁会是最大赢家。李一桐是青铜，演技评分 8.3 分。李一桐扮演的蜘蛛妖真的太可爱了，青铜初次幻化人形，李一桐绝美的脸蛋就让人一眼爱上，而她也将角色初次用人类视角看世界的新奇、兴奋感演了出来。从前在千丝洞，青铜只有冷冰冰的数字代号，直到王权富贵给她起了青铜这个名字，青铜才对这个世界真正有了归属感。第一次在人类身上感受到爱护与温暖，青铜看着雪地上属于自己的名字，喜极而泣，从悲伤到开心，层层递进的情绪将过往的委屈也一并展现了出来。被迫给王权富贵下毒后，死里逃生将解药送过来，看着王权富贵收下解药，青铜再次绽放笑颜，眼泪大颗落下，愧疚又懊恼的表情转变为王权富贵得救的感动，灵动的表演把角色演活了。不过青铜这类傻白甜女主已经不再受大众欢迎，李一桐今年还演过同质化的宋怡梦，演技没啥太大的突破，所以演技评分仅有 8.3 分。郭俊辰是全如沐，演技评分 9.1 分。郭俊辰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凭借《少年派遣三姨》这个角色得到了观众的青睐。天地间新里他扮演男二全如沐，是个满心求爱的小可怜，被父亲用好友性命相要挟吃下禁药，明明早就知道父亲对自己只有利用，但再次直面对方冷心冷情的姿态，全如沐依旧感到心痛难忍，眼泪含在眼眶不敢落下，沉痛的表情让观众看到了角色内里被伤的破碎的心，太令人心疼了。心上人因愧疚对自己避而不见，看着早已经空无一人的废弃小院，全如沐高声喊着姐姐，神色焦急又悲伤，可怜巴巴的模样实在令人心软。不得不说，这类痴情小奶狗的角色太适合郭俊辰了，他清新脱俗的表演将人物魅力拉满，演技评分拿下 9.1 分，足以见得他的表演深得人心。程毅是王权富贵，演技评分 9.7 分。作为天地间新男主，程毅的表演自然相当重要，好在他撑住了角色，也撑住了整部剧。程毅在剧中扮演的王权富贵是绝对的美强惨，而这类角色也完全是程毅的舒适圈。因为一张面具差点被父亲掐死，王权富贵因为呼吸不畅而面色通红，青筋暴起，看着神情癫狂悔恨的父亲，他的眼中有悲痛、不解、疑惑和痛苦，却看不到太多的怨恨。角色的窒息感令人感同身受，程毅的表演代入感太强了。而除了文戏精彩，程毅在剧中的动作戏更是令人拍案叫绝。斩妖未到时，他动作行云流水，一举一动都透着杀意，出手快如闪电，收势又稳如泰山，从容不迫的步伐中透着无尽的力量感，看得人心潮澎湃。我认为程毅在天地间新中的表演毫无瑕疵，而他 9.7 分与李一桐形成断层差距的演技评分，也证明了他的表现有多么受观众欢迎。
何瑞贤是龙微云，演技评分10分。何瑞贤在《天地剑心》里扮演的龙微云是全如沐的心上人，虽然暂时镜头不多，但出场就令人惊艳，气质清冷高贵，难怪让全如沐念念不忘。龙微云对全如沐明显有情，却因为愧疚不肯与对方碰面，在全如沐昏睡后才敢现身。离开时，龙微云看着全如沐，目光一点点收敛回来，难过、失落、内疚、不舍等情绪丝丝入扣，让人恨不得冲进去帮两人解开矛盾，重归于好。哪怕目前何瑞贤只有一场戏，他也能够轻松拿捏观众，斩获10分的演技评分，实至名归。燕云景是风庭云，演技评分10分。别看燕云景热度不高，但是演技却可圈可点。《天地剑心》里她扮演的风庭云是英姿勃发的女侠，并对王权富贵一往情深。初见蜘蛛妖青铜，察觉到对方想要混进王权山庄，风庭云一出手就是杀招，干脆利落的动作展现出了角色的刚正不阿。青铜给王权富贵下毒后，又带着解药出现，风庭云却认为青铜想再次给王权富贵下毒，大喝一声提剑而去，愤恨的目光中充满了对王权富贵的维护，仇恨与不满蒙蔽了他的双眼。燕云景演出了人物的侠女风范以及正派弟子的正气，演技松弛，拿到10分的演技评分不令人意外。卢靖姗是殷夫人，演技评分10分。卢靖姗在《天地剑心》里扮演的殷夫人虽然是小反派，却也令人不敢小觑。手下的蜘蛛妖临阵脱逃，惹得殷夫人大怒，指尖一点就要了对方的性命。狠辣的眼神将主宰他人命运的无情与狠戾刻画的入木3分。殷夫人因为当年王权红叶害死心上人而怀恨在心，回想起当年的过往，殷夫人脸上悲痛欲绝与仇恨、愤怒多种情绪不停地切换。一方面她缅怀爱人，一方面又痛恨王权家的虚伪无情，角色内心的悲伤、痛恨与厌恶都融于卢靖姗的眼神当中，让观众看到了人物的癫狂与偏执。不得不说，卢靖姗对反派角色的把控当真是游刃有余。10分的演技评分对卢靖姗来说当之无愧。谭凯是全敬亭，演技评分8分。沉默的荣耀里谭凯演的叛徒陈泽明恨得观众咬牙切齿，没想到天地剑心中他又化身反派，扮演的全敬亭利欲熏心，甚至不惜与黑狐娘娘合作，只为了当上王权家家主。为了对付王权红叶和王权富贵，全敬亭不惜给自己儿子喂禁药。不过他显然也不在乎全如沐的生死，随意扫过来的眼神充满了不屑与轻视，完全不需要一句台词，谭凯就将全敬亭的压迫感给演绎的入木3分。妄图在王权家的剑种获得真正的真龙之力，看着剑种的大门，全敬亭野心默默的目光透着孤注一掷的狠劲儿。角色身上那种为了权势不惜一切代价的极度癫狂感，看得人毛骨悚然。谭凯的表演太绝了，而如此精彩的表演，却仅获得8分的演技评分排名垫底，太令人意外了。天地剑心的剧情节奏太快了，本以为该剧36集的体量会与前2部系列作品一样，充满了漏洞百出的偶像剧情节。没想到这部剧完全避开了观众的雷点，王权富贵的主线成长剧情跌宕起伏，与女主青铜之间的感情线更是不落俗套。天地剑心不急于铺设世界观，而是率先深挖人物动机，将每个角色的故事都立体的呈现出来，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式入戏。而演员们也利用或和风细雨或大开大合的表演来引起观众对角色的共鸣。可以说天地剑心就是一部视听盛宴。那么你觉得这部剧中哪位演员的表演最精彩呢？